我现在要准备离开这个营地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就是这些细节是如何把它 package 怎么把它打包好，准备出发的。就是不同的房车可能位置稍有不同，但是步骤基本都是差不多的。我们先看一下，就是给大家新手吧做一个预习，可以学习一下。我们就先收拾的时候先绕车一收吧。你看我们现在slide都还没收起来，你要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打不到它。我们现在可以先把这个水管先给它关掉。营地的水阀。对，你看我们又换上这种加热水管了，就到零下了。这营地都是给你包好的。为什么先关水阀呢？等会儿我给大家说一下。我们这边呢，先绕车1周，来观察一下车的情况。如果你是长途行车的话，我建议先把这个热水器来把它关掉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一般的热水器打开里面都有这个开关，就把它关上就好了。这如果长途旅行的话，短途的话，它在里面也有个开关，你从里面关掉就好了。但是我们一般只要开车都会关掉。就大家车上一定要准备灭火器，你不关这个气阀，其实有时候是很危险的。你在里面万一起火了，还通着气，烧得很快。房车上都配的有一个小灭火器。大火球，你要检查一下。然后把气关掉。对，最好把气关掉。所以就是前2步很简单，就是关掉热水器，然后关掉燃气，还关水，还有关水阀。这都从这儿，就把你的水打开，把水压卸掉。这个叫什么？扩展。对，扩展。你到那边去拍吧。好，我到外边去。其实手机上有一个软件是可以在外边就收的，但是它蓝牙连接经常要不太灵敏，所以我们还是习惯摁那个按键。然后收这个 slide 的时候，一个是看外边有没有什么东西会挡到它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看屋子里边有没有什么会挡到它。因为有的时候地上啊，或者是某个门没有关的话，它这个 slide 是没有办法完全收进去的，会被挡到。这个声音是正常的，我之前也是很担心，总觉得听起来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，但它确实是没问题的。然后下一步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4个角的这个稳定的这个 jack 升这个 jack 前后各2个。然后我们的这个新的房车，它是2个一起的，但是之前的老房车它是有4个按钮分开的，就这2个它必须得同时行动，同升同降。车里如果是没有接水管开的水泵，记得停车的时候最好把水泵也关掉，全部都是关的。水泵也关掉了，但是我们接试水的时候就没有开水泵。对，如果你是这种梯子的话，你记得你一定要把门打到最大，这样你看它这儿不会别到。我们之前就滑到过。它那个那不有个插销有插上吗？对，它插销你顶到了，它会自动弹进去。OK。然后门锁上之后，要把这个把手记得翻过来。它可以挡一下，有时候你门会弹开就它会挡住它。它这儿有个槽，一个机械保障。先把这个。还有一点要说，就是窗户一定要记得都收起来，都是关好的。在行车之前，窗户要关好，而且它的排风扇，有的风扇是要撑起来，有一个小的罩子，然后那个风扇也得要拧起来、关起来。收掉。然后我们看这个水阀，说有没有关掉。然后现在收水阀，收排水。排水。把这个走的时候水阀都关掉。这个是
我们卫生间的灰水箱，灰水的水。后面这儿还有一个厨房的灰水箱，因为我们这个房车是分开的，是有2个灰水2个箱。灰水箱。那个黑水箱我就没有打开，因为黑水箱平常是用的时候是不能打开的。然后我们自己还装了这个阀门，所以每次行车的时候还会再把这个总阀门再给它关上。这个阀门就是如果你在冬天，你把它关住，这儿都不会被冻住。然后就是把这个抬一下，因为你看我用的这个托有个小梯子，所以它水都会排得很干净。那还有一个 tips 就是大家在离开的时候排水的时候，你可以先排黑水，黑水排掉以后，然后再开始排灰水，这样它就会把管子洗一下，冲洗管道。好了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管子收起来。大家弄这个时候就记好戴好手套，有一些水啊什么的。一起也不用对这些特别抗拒，因为你用好吹的门以后，它也不是多么。我现在反正已经习惯了，它就是降解完了之后，看着也不是那么恶心。不是水，对，不会说什么令人作呕的东西，就是都是液体。还有一个就是你们那个做这个，有些营地是有要求，就是这个，你看那个水管，怎么会冻住了？啊，没有。有些营地是要求你这个水管必须就是拧在它这个 hose 上。对，哎，咋回事？卡住了。卡住了。你要遵守各个当地法律法规，就是有些地方还要求你，有些州我不是营地要求，有些州要求你这个黑水管不能落在地上。哦，不能挨地，就一定要架那个。这是人家州的法律。架那小梯子。哎呀靠！咱在哪儿？犹他的好像就是这样，亚利桑那。亚利桑那。亚利桑那法律法规就是这个管子不能挨地，必须得架起来。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这是人家州的法律。这个收好。然后我们是有这种全部分开的包，这个就是一个灰水专用的，因为我们的车带这个冲洗黑水箱管子，冲洗黑水箱的一个阀门，所以我们专门买了一个这个管子，就是和饮用水分开，这个是专门用来冲洗的，然后这个就放在这个黑水，这上面写的 silver， 专门加了一个这个塑料管道，是用来装它的，因为我不太想把它放在跟前面储物箱放在一起。这个管子可能我们心里还是多少有点介意的。有些人就直接放在原车的这个 bumper 里面，也是可以放的，但是这个 bumper 是铁的，你时间长有水它会锈。所以我们是加了一个塑料的管道，对，专门来储存这个能装2个管子，排黑水和灰水的这个管子。这种我就直接用塑料的绑带。我上一个车是用的那个，固定上了，就固定上在它原来的那个金属管道下边就好。拧水管我都会先从就营地水阀这边开始拧。先拧下面这个。先拧一点，让它放点水。记得把自己的这个减压阀卸掉，别忘到它。减压阀，我这儿有一个装清水管的包，我放这里面。Fresh。然后把这个电源拔掉，这是我这个加热水管。哎，什么声音？你看那边就会流水。哦，
它水管子里还有一些余量，所以我专门把那个水管拿到一边去，因为它会流。然后收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把这一端抬起来，那边就在流水，把水排空，要不然你放到你的储物箱里，那个水流的到处都是。就缠的过程中也可以再排一下。对啊，就是你每缠一节，把它拉高一下。看这边就在哗哗流水，还有不少水了。对啊，但是水管能存很多水，所以你就是把那个屋里的水管打开，只是为了让它压力没有那么强，水不会一下在你拧管子的时候喷出来。你如果不卸那个压的话，你拧管子一下就会有水溅出来，基本没啥。这板我都好久没用，来了这儿又要用上。我们反复在夏天和冬天横跳。这还有个这个小梯子多少钱？我都不记得，10几块吧。这都没多少钱。然后咱拧电源的时候，那边有那个。我们该拧电源了。那边有那个叫 Surge Protect， 防浪涌、防电涌、浪涌、电涌。那一般拧的时候先拧这边，那边就先不断。这种50安的不要硬拔，如果是50安的话，30安是直接往外拔。50安你往外拔，你看拔不出来。我第一次用我不知道，我也是拔了半天拔不出来。它一拧，然后一拔就下来了。它是有个保护的，所以你装的时候也是斜着装上去，然后把这个关上，把盖子关上，都盖住。我有一个专门装电的，装电线的包。这个是我们自己的线，这是一个延长线，就是你们如果冬天出去的话，最好给自己备几个这延长线，接你那个水管加热。对，我们之前就出现过那个水管的加热线不够长，连不到这边。因为这它已经给配了这个他们自己的水管加热，所以你就不用把那个拆走。如果是自己的话，记得把那个拆走。你看，冰6次。我们之前在Heber City 的营地，就是自己缠的水管加热走的时候也拆走了。对，记得拆走就好了。然后把这个插头和防电涌的分开。因为原来我这个包是装了30安的线，30安线细很多，这个包还放得下。现在这个包就不用放了。捉襟见肘。对啊。这个50安的线好粗。对，50安线很粗。然后把它的电箱给它盖上。电箱不是这样盖，就拉出来。拉出来盖上。你要硬拉，你看你给盖坏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收一下这个。收一下这个导垫儿。这些垫儿是刚才我们垫在前后的 jack。对，为什么要垫这个呢？那个我在装的时候再说。现在就是这一塔已经搬砖，塑料砖，它给配了一个这个包，把它装包里。我有时候觉得这些一单也不太够用。然后有一些大爷，我看他们就直接拿的木块对，拿那种 plywood 那种是最省钱的。对，那你得去找啊，有些人家是有现成的。对，反正就是比较就我经常见老年人用的那种木块。好了，现在差不多了。然后把这个是专门弄了一个箱子，用来收纳房车用的这些东西。这好像在 Costco 买。对，这是 Costco。可以合起来。哎嘿，悠着点儿。你的腰没事吧？腰没事。然后这个房车最痛苦就是这个50安的线，太大了，特别不好收。对，我上次缠好了，这次又乱了。所以就是说，你如果真的不是需要那么大的房车，然后没有这个2个空调的需求，不用买50安，没有必要选这个50安的房车。
因为我们这个房车是50安 ready 的，就是它是50安的，它只有一个空调，你可以随时随地装第二个。但我们现在我们其实不需要第二个空调。对，暂时还没有这个需求。之前小薇就是30安的。30安来说，我觉得灵活性好很多。够用了其实。对。我来打把手。好，起来。好了，打了你，这儿子吗？进马路这样开车呀你。啊，你看让他下来吧，猫司机。我们现在呢开始准备挂车。这挂车的第一步呢，就是把这个 jack 升起来一点。为什么要升起来呢？就在你倒车的时候，如果不够高的话，你的 hitch 会直接撞到，所以就是为了安全，还先把它抬起来。这样的话，你的那个脱钩就不会撞到它。我的参照物呢，就是这2个大铁链子。就当这个大铁链子抬起不挨地的时候，就证明高度就已经够了。好了，现在启动车来倒车，准备连接。就是我们2个人配合，一个人就是要站到另外一个人后视镜能看到我。我一般会站在他的左后侧，然后告诉他要往哪边偏一偏，才能准确的对接到这个连接处。好，后，往右，往右一点。好，往后，再往后，好，可以了，停。就我感觉这样是差不多的，然后我就会往下落这个 jack。我要往下落了。就只要让这个圆球球被套上就好。我来吧。好了，开吧。我让它套上。好。然后你看一下那个按钮能落下来了不？你记得弄这些要戴手套。就像有油泥什么的。有时候会夹着手啊什么的。然后如果它落的位置，你看落不下来，对，就说明还要再调整一下。再往下压一点。你看没进去啊？现在进来了。现在进去。现在进来，把这个再搬回来，然后一定要把它卡住。就这个东西叫什么？这叫 pin， 这叫好吧，就一个锁。看它就对，就这个锁，只有当它彻底落下来、卡进去的时候，才说明你这个是彻底正好套上了的。如果它没有彻底落下来，然后它就没完全锁住，就没有完全。你一定要把它已经锁住了以后才行，因为它是有卡槽的。然后我们再把它升起来，因为我们要装这个 V distribution hitch。为啥要升起来装呢？这 V distribution hitch 就是在升起来之后很好装。你如果不升起来的话，你就需要用它的那个一个大扳手。所以我们一般是先落下来，套上圆球，然后再升起来装这个 hitch。你看这就刚刚好顶进去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 pin 一定要把 pin 锁到位置，以防它会弹出来。我就干过，它没锁住，没上 pin 的时候，然后它开的时候就甩出来了。甩出来了，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影响，但是就是它起不到 V distribution hitch 的作用。但是就像我们之前小薇装的那个 V distribution hitch 跟这个结构就不一样，它那个 pin 的锁法也不一样，但是都是会有一个锁可以去双保险一下的。对，但大致意思是一样的。对，正好没锁上。这也有一个卡槽。这卡槽每次压一下。我上次也弄，就是现在是锁上。就你能感觉到那儿有一个对，你看，这样拉不出来就对了。对，锁好了。我们现在就开始把这个降下来。又要降下来。Hello 呀，你好呀。我们最后一项呢？来，往里进。
看你的车，现在我这儿会显示我已经连上 trailer 了。但是你现在呢，后面电源虽然插好了，它的车灯是不会亮的。你一定要记住，如果你是自动灯的话，一定要把这个拧到灯开，它就会通电了。通电了，我们还有这个后面的那个摄像头，你只有通电的时候，你的摄像头也会亮。我看一下，还需要一点时间反应。它需要点时间反应。一会儿我们再看，现在没有信号，等会儿吧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，你车有这个功能的话，有 trailer 这个功能，它会自动检查 trailer。我们来看一下。之前 Lexus 就没有。到这儿它有个看 Ready Press and Hold to begin the trailer light check， 你就一直摁着。好，它现在 in progress。对，我们可以去了。就像如果我们有2个人，一个人在前边摁灯，一个人在后边看，是可以的。但是它这个就是，比如说你只有一个人，你只能是按那个按钮，然后你自己人到车后边去看着它那个灯到底亮不亮。你行车之前一定要检查好自己的灯。对。你看现在是灯是亮，现在倒车灯。倒车灯是亮的。倒车灯是亮的。然后。等待转向灯，你可以站后一点。现在是刹车灯，刹车灯也是。刹车灯2面都亮。现在左转向。对，左转向。然后右转向。很好。对。上面那排呢？还有那个灯都是亮的。然后现在还是在自动检查的这个车灯。好啦，所以这个。走之前还要检查这些都有没有关好。车灯检查是 OK 的。垃圾一会儿到门口了扔。可以了。这个门锁都要把它锁上。车钥匙在哪？最后把门锁锁上，储物箱的锁锁上，然后我们再回忆一下，气儿关了，热水器关了，锁都锁了，然后这上面的也都连接了。所以我一般在车开动之前会最后再绕房1周看一下。可以出发了。检查完毕。从一开始租房车到后来买了自己的房车，我们使用房车大概也有2年了。从一开始的手忙脚乱，到现在布置和打包都快了不少，不过还是偶尔会忘记一些细小的事情。如果你对使用房车有自己的问题或者是建议的话，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交流呀。谢谢你的观看、点赞和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